你知道吗？有一部横扫全球的少女漫画，因为2位作者的决裂，到现在已经被封印了超过25年，无法再版，无法重播，甚至连角色周边都全面停摆。如果没说，你可能还没有发现，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很久没有提到它了。这部作品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小甜甜。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相信就算你不知道这故事讲的是什么，当年的主题曲你一定也能够唱上几句吧。大家好，我是 Billy， 今天就带你深入这场日本漫画史上最复杂也最悲伤的版权争议。小甜甜的诞生来自一场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创作计划。1970年代的日本漫画界，少女漫画仍以校园恋爱为主题。讲谈社希望打造一部超越类型限制的作品，不只是恋爱，而是带有文学气质、具有普世情感的少女巨作。当时负责好朋友月刊的编辑金水美金夫提出了这个大胆的构想，一部融合西洋风格与日本叙事技巧的全新尝试。这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哦，而是一场有明确方向的创作实验。他找来了2位当时仍属新锐的创作者，一位是漫画家五十岚优美子，一位是小说作家铃木田惠子。他为此作品取了笔名水木幸子。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合作，也是一场由编辑撮合的联合创作。水木幸子负责整体剧情设计与故事走向。他从小深受西洋文学影响，也曾在失去双亲的童年中体会人生的苦涩。他笔下的孤儿女孩坚强善良，勇敢追求爱与归属，这些都是他生命经验的投射。五十岚优美子则是画技成熟的职业漫画家，擅长表现华丽场景与情感细节。他笔下的角色有一双大大的水汪汪眼睛，搭配蕾丝洋装与欧风场景，让整部作品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视觉魅力。创作流程是水木先写小说草稿，再由五十岚根据内容分镜与绘制漫画原稿。2人的合作从头到尾都是文字与图像的分工，而这种模式在当时的日本漫画界并不少见，许多名作都是这种一写一画的搭档组合。但不同的是，这部作品一开始就被设定为出版社的重点作品。也就是说呢，它的潜力不只是漫画，还包括了动画授权、商品开发、海外输出等等可能性，这让创作过程的每个细节都变得格外重要。小甜甜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末的美国，主角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孤儿少女，她叫甜甜被遗弃在孤儿院前的雪地上。长大后的经历被领养、转学、失恋、战争，甚至医疗训练等重重历练，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结构，但同时也充满了爱情、友情、命运的试炼。水木幸子吸收了多部名作的精神像是《清秀佳人》里那个坚强的女孩，长腿叔叔的书信体恋情，玫瑰的故事的纯爱悲剧。他将这些融合后，再交由五十岚优美子转换为美丽的画面。角色的视觉形象全部来自五十岚的创作，这包括小甜甜的发型、脸型、穿着、背景场景与构图，这让他在漫画界一炮而红，但也因此种下后来纠纷的因子。因为视觉形象极具商业价值，谁拥有角色的权利将影响实质的利益分配与授权控制，日后也成为激烈争议的焦点之一。一开始，双方都认为彼此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因为没有水木的故事骨架，五十岚画不出感动人心的场面，而没有五十岚的画风，水木的剧情也无法如此生动。这样的合作一开始运作顺利，但随着作品走红，销量暴增，授权不断，双方对谁是创作者的认知开始出现了裂痕。讲谈社在连载初期一律标示原作水木幸子，漫画五十岚优美子，但这种作者双列制在漫画圈常常会被视为作者地位不对等，文字创作者往往被边缘化，视觉创作者则容易被视为作品唯一的代表。这在当时的漫画界极为普遍，读者多数只记得画漫画的人，却忘记了背后构筑世界观的人。这一段创作关系持续了4年连载，中间也有编辑持续协调双方意见，让作品的发展尽量符合连载节奏，同时保留原创的核心精神。但没人预料到，这个当初合作无间的组合，最后会走向破裂。更没人想到，这场分裂会让整个作品被永远的封印。小甜甜的成功不只影响了日本，它是一场真正的国际现象。第7卷更创下了惊人纪录，它是日本漫画史上第1本了，出版印刷就达到100万册的漫画单行本。这不只是数字，是一个文化现象的顶峰。好朋友月刊也因小甜甜进入了巅峰期在1976年新年号创下发行量100万册的纪录，几乎每个日本女孩的童年回忆都与这部作品紧密相连。而这一切并不只停留在书本与电视上，小甜甜的角色成为大量周边商品的核心。
当年最受欢迎的商品是角色人偶，高峰时期一年就能卖出200万个，单是玩偶营收就超过80亿日元，相当于现在的153.9亿日元哦。这个数字在今天看起来依然很惊人。在那个还没有手机以及网络，也没有 IP 授权平台的年代，这样的商业规模几乎是靠纸本与广播电台所完成的。这些周边不只限于玩具，还有文具以及各式生活小物。学校里的文具盒与书包，到处都是小甜甜的影子。这些庞大的营收，让小甜甜成为当年最具代表性的商业 IP。甚至可以说，在没有数位媒体的年代，它已经完成了角色经济的雏形。这股旋风也吹往海外，最早受到热烈回应的是法国与意大利。1978年开始，法国公营电视台 LN2 播放小甜甜动画，一播出就轰动全国，角色法语化，主题曲重新填词，迅速成为儿童观众的经典记忆，甚至发行唱片、杂志以及改编书籍，成为一个完整的品牌。在意大利，小甜甜几乎成为了国民动画，不止动画大红，漫画也被大量翻译出版。而最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出版社甚至推出了原创续集的漫画，把原作的77回扩展成超过300回的故事。有些角色遭到改写，结局也被调整成较温馨的版本。这种大幅度的改编，在当地粉丝之间反而大受欢迎，甚至出现了以动画版结局为正史、漫画原作为参考设定的文化现象。除了欧洲，亚洲地区也快速受到影响。在台湾与香港，小甜甜成为无数观众的童年回忆，主题曲朗朗上口，我到现在都还能够完整的唱出来。角色周边商品一度遍布文具店与玩具摊哦。在南韩，豪斯这个角色甚至成为帅气男性的代名词，还出现了真人电影版，连韩剧《冬季恋歌》都受到其忧郁爱情模式的影响。拉丁美洲更是一个奇迹哦，动画播出后也造成了收视热潮，尤其在墨西哥与阿根廷，小甜甜的情节被解读为一种深刻的悲剧爱情寓言哦。西班牙语配音版本对角色情绪的处理细腻到位，直到今天仍有活跃的粉丝社群持续讨论角色结局，甚至组织同人活动重新绘制结局漫画。在印尼，小甜甜是该国播出的第一部日本连续动画，打开了当地对日漫的集体启蒙。它与哆啦 A 梦并列为2大动画元祖。播出后，印尼年轻世代开始对日本动画产生长远的文化亲近感。这些海外成功的背后，并不是单纯的照搬原作，而是大量在地化改编的结果。有时为了符合当地审查标准，像是安东尼的死亡场景会被修改成受伤残疾，苏珊娜的截肢也可能被淡化处理。角色的名称翻译、配音语言，甚至漫画画风颜色都会被调整，让作品更贴近当地文化习惯。不过，这样的在地化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当作品被大幅修改，甚至出现原创内容，那它还是原来的小甜甜吗？对某些粉丝来说，动画就是正统，漫画只是辅助；但对原作来说，每一个被改写的段落都是权力与认知彼此侵蚀的开始。也正因为这种海外延伸出的版本多样让后来版权纠纷变得更加复杂。不同国家使用了不同授权的路径，有些由出版社主导，有些则是画家单方面签约，再加上语言隔阂，使得作品的控制权越来越难离心。这段全球扩张的历史本该是荣耀的证明，但日后却成为双方争夺角色使用权的最大灰色地带。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小甜甜的成功仿佛是一段完美的合作故事，但在双方创作之间，裂痕早已悄悄出现，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的合作模式里就埋下了未来对立的种子。水木幸子负责原作剧情，五十岚优美子负责漫画图像，而出版社是居中的协调第三方。这种分工本身没有问题但在面对日后大量商品开发、授权谈判、角色再利用等问题时，谁拥有最终话语权，成了一个无人说明却逐渐升温的议题。1990年初期，五十岚优美子曾参与另一部作品《乔琪姑娘》的出版，却未经原作者井泽满的同意，就单方面将该作在海外发行，并以自己为唯一作者进行署名。这个事件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风波，但日后成为观察他授权策略的重要参考点。到了1995年，五十岚开始对小甜甜的商业未来提出建议。他声称讲谈社不打算再继续开发，建议水木终止与出版社的合作，同时指出有其他的公司有意愿从事动画或推出新版本。水木在信任的基础下接受了这项建议，正式终止了与讲谈社以及东映动画的合约。这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一旦原作者与出版社断约，就丧失了稳定的监督与仲裁机制，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失去了过去依赖的中介平台。同年11月，水木与五十岚签订了一份小甜甜相关商品使用合约。
明定今后所有的授权行为都必须双方同意。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份保障彼此权益的契约，但其中一条关于版税分配的规则引发争议。若商品及使用插图，五十岚分得8成，水木仅有2成。这个设计明显倾向于画家，也留下五十岚可单独行动的空间。果不其然到了隔年1996年，五十岚开始在未经水木同意的情况下，与富士产经广告公司合作，推出小甜甜相关商品行销计划，并以他个人名义成立 Candy Corporation 公司，在香港进行版权业务，推出商品包括漫画再版、CD-ROM、高价版画、贴拍机等各种产品，甚至举办画展并现场销售角色画像。水木幸子直到了1997年春天才得知这些活动，他亲自前往调查，发现五十岚早已单方与多间厂商签署合约，而且几乎都未征得他的同意。他立刻提出抗议，但五十岚方面不但没有道歉，反而以法律手段威胁，要求水木追认这些合约，否则将视为违约，并单方面宣布解除2人之间的合约。这一刻起，双方的合约关系正式破裂，不只是商业分歧，而是根本性的信任崩溃。更令人震惊的是，五十岚的律师团开始提出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说法，那就是水木幸子其实不算原作者，他的小说只是草稿，真正的创作是漫画本身，角色设计、人物脸孔、故事节奏都是漫画完成后才成立的，因此他应该被视为唯一作者。这个主张不只要求分更多版税，更在法律上全面否定水木的创作身份。对于一位经历上青后投射情感到角色中的创作者来说，这等同于是一场人格上的否定。水木别无选择，只能走上诉讼之路。1997年的9月，小甜甜的创作者纠纷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水木幸子控告五十岚优美子以及富士产经广告公司等相关单位，要求停止未经授权的商品贩售，并确认自己是原始创作者。这起诉讼在当时引起业界极大关注，因为这不只是2位作者的争执，而是牵扯到漫画界常见的合作制度。到底谁才拥有创作主体的地位？法院要如何判断一部漫画的真正原作者？东京地方法院的审理花费了超过1年半的时间。1999年的2月，地方作出判决，水木幸子胜诉。法院明确指出，漫画小甜甜是根据水木的小说手稿改编而成，属于文字原作与图像诠释的2次创作关系。水木幸子的原作性质不容否认，并禁止五十岚继续贩售相关商品。这项判决震撼了漫画圈，因为它确认了一个长期模糊的事实：漫画中的剧情、角色背景、情节设计，这些最终以图像形式呈现。如果有文字原稿为依据，那么文字创作者仍保有著作权。五十岚优美子不服，立即提出上诉，案件来到东京高等法院。2000年3月，高院作出与地方法院一致的裁定，驳回五十岚的上诉。法院进一步说明，即使角色造型为漫画家所创，只要角色属于连载作品中的一部分，其构成原作的复制与改编，因此视觉形象也不得单方面使用。五十岚方面仍不甘心，继续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场诉讼来到最终阶段。2001年10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正式确立小甜甜的著作权结构。水木幸子的原作小说为主要创作来源，五十岚的漫画为2次著作，2人对作品皆有权利，但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单方面使用角色或发展相关商品。这个判决具有历史意义，第一次在日本司法中明确定义漫画中的合作创作架构，文字原作者的地位被提升，合作中的权力分配必须尊重原作的基础。然而，这场胜利对水木幸子来说却并不轻松。诉讼的过程极为煎熬，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对方不只是试图夺取商业利益，更是不断否定他的创作身份，甚至一度声称他根本不是作者。这种人格的否定让他伤透了心。除了确认著作权结构，法院也要求五十岚停止所有未授权销售，并赔偿损失，包括过去销售商品的收益。调查显示，五十岚一共从未经授权的商品中获得超过2600万日元的分润，相关商品的市值更超过8亿日元。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但更震惊的是，即使在法院3审皆败诉之后，五十岚仍不愿认错，甚至试图透过其他方式继续操作小甜甜的角色图像。他曾在台湾推出一部名为《Lady Lady》的作品，角色设计几乎复制小甜甜，被东映动画发现后紧急介入制止。水木幸子虽然在法律上胜诉，但情感上与商业上的损失却无法弥补。他原希望透过诉讼厘清责任，恢复合作的可能，但五十岚的态度彻底摧毁了这个希望，最终导致他决定请出版社暂停再版。
也婉拒东映重播动画的提议，因为他无法容忍自己的作品在对方持续否认的情况下继续贩售。讲谈社也公开表示，虽然合约已终止，但公司从头到尾都承认水木是原作者，并对五十岚的行径表达强烈不满，称其行径接近诈欺，若不道歉，问题永远无法解决。这场司法战争最终的结果是，谁也无法单独使用这部作品，也因此，小甜甜变成一部法律上的双重授权作品，但实务上却被永久封印。只要两人之中有一方不同意，任何授权行为都无法成立。这是法律认可的保护，也是作品命运的终点。当法院的裁定尘埃落定，小甜甜的命运却没有因此走向重生，反而从此陷入一种半透明的封印状态。它不是被禁止，也不是被遗忘，而是无法被任何一方单独唤醒。这样的选择看似保护了作者尊严，但也让作品与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粉丝隔绝。许多读者常年苦寻正版漫画无果，动画也早已消失在电视与串流平台上，只有少数二手市场流通的绝版书籍与录影带，成为遗留下来的证据。在网络上依然有热烈的粉丝社群讨论，他们重看动画，交换回忆，推测结局，甚至争论谁才是小甜甜的真命天子。2010年，水木信实以本名名木田惠子出版了小说《Candy Candy Final Story》。这本书不再有五十岚的插图，不再依附漫画的形式，是他对故事最终版本的诠释，也是他夺回主导权的象征。书中对于主角最终伴侣的描写极为暧昧，引发一波又一波的猜测与讨论。有人认为是最初的安东尼，有人认为是陶斯，也有人坚持是原创的新角色。这个结局没有正解，但也许正是他所希望留下的空白。这场风波对于两位创作者的职涯产生了深远影响。水木信子持续创作儿童与青少年小说，也获得多项文学奖项，但从未再与任何漫画家合作创作连载作品。五十岚优美子则继续其漫画生涯，参与改编 romance 小说，也设立个人美术馆，持续曝光。但多年来仍有传闻指出，他在不同地区推动与小甜甜风格极为相似的商品开发。对粉丝而言，这场争执早已超出创作者之间的私人纠纷，它让他们无法再合法拥有心爱的作品，无法重新与角色见面，也无法分享给下一代。小甜甜变成了一部只能透过记忆与回忆传承的作品，越难取得反而越神圣，越模糊反而越深刻。这段故事也是整个产业的缩影，它提醒我们，一部作品的诞生往往不是靠单一个人的力量，但如果合作破裂，再坚固的梦想也会瞬间瓦解。小甜甜的法律战争已经成为日本漫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权案之一，它被引用于无数创作法课程，也成为创作者与出版社谈合约时的重要参考。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未尽的童话，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一天这部作品能重新被两位作者共同认可，再次回到读者的手中。也许那天不会来，也许会在下一代漫画人身上找到新的答案。但我们能肯定的是，小甜甜这个角色早已超越了文化与图像，它象征着纯真、坚强与命运的试炼。即使作品被封印，他的精神仍存在于每个记得他的人心中。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会有收获。如果你也喜欢漫画相关的资讯，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团，直接点击说明栏位的链接就可以。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请帮我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感谢你看到影片最后，我们周五晚上见，拜拜。